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资源大咖赵丽颖曾因穿戏服颁奖被嘲，今实现半月6套高定。这一定是狂飙中高启盛最该感谢的一个女人。如果不是因为赵丽颖的举荐，苏小定也不会拿到狂飙中的高启盛一角。原来导演在筹备狂飙之前，原定出演高启盛的第一人选并非苏小定，而是另一位演员。只不过对方后来又觉得反派高启盛的演绎难度系数太大，如果真的想让自己出演的话，就必须在原定的基础上加片酬。而导演在面对演员的临时加价时，表现的也是一脸为难。可如果真同意这一要求，剧组经费恐怕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，随后一气之下就果断拒绝。然而找谁来顶替又成了一个难题。正巧此时赵丽颖前往剧组探班，在得知高启盛还未定下合适人选后，赵丽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苏小定。要知道两人早在2015年的时候就在胭脂中合作过一次对手戏，而苏小定扮演的反派角色正是一个表面文质彬彬，骨子里却高冷腹黑的角色。当时赵丽颖在片场差点被吓出心理阴影，正因为见识过苏小定不一般的疯批演技，所以在得知高启盛一角还没定下时，赵丽颖就立马向导演举荐苏小定出演。而她也并未辜负赵丽颖的期望，最终靠自己的优秀演技将高启盛一角演绎得淋漓尽致，甚至还将这个反派人物给演活了。但这也不是赵丽颖第一次这样做了。此前王一博还没爆红时，赵丽颖就曾在颁奖活动上将其举荐给资方大佬，随后又跟对方合作的电视剧有翡，这才让王一博彻底打响了名声。而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，也离不开赵丽颖的大力举荐。都说细节决定人品，难怪赵丽颖会成为85花中转型最成功的那个。像这样敬业又暖心的颖宝，谁能不爱呢？开年13天6套高定，赵丽颖的蜕变每个85花不羡慕。早期她在演艺圈崭露头角时，还只是一个穿着戏服领奖的土气女孩，跟其他光鲜亮丽的女星截然相反。在2016年的文荣奖颁奖礼上，当天其他明星都身穿高定争奇斗艳，唯独最佳女主赵丽颖身穿黑色戏服上台领奖，站在人群中更是显得格格不入。但此刻丢掉的面子却在5年后被她找了回来。2021年微博之夜上，赵丽颖同样以一身黑色亮相，但跟以往不同的是，她这次穿的是俄罗斯高定礼服，品牌方仅完工1个月就穿在了赵丽颖身上。而时尚圈的定律就是穿的越早逼格越高。拍摄《费加罗》杂志时，她更是一口气借了5套春夏高定。放眼整个内娱，还真没几个人能做到。而赵丽颖的2023年注定是要在时尚圈大杀四方的一年，刚开年就上身了6套定，并拿下了3本开年刊封面。近日官宣成为了英国轻奢仙女服品牌大使，也是首位国代言。赵丽颖的开年简直是杀疯了，再次跟费加罗携手呈现了3封4套高低的开年刊，更是拿下了内娱2023年第1套高定，也走出了过往的时尚舒适圈，尝试着全新造型，表现力十足。然而在近日刚发布的上城市开年刊中，古错间张灯彩木偶戏簪花为百家宴，每一张都写满了非遗文化。自开年以来，赵丽颖更是疯狂营业，在各种品牌获得以及晚会中，美好造型也是接踵而至。在浪琴直播活动中，呈现了2023年第1条高定，经典的红丝绒搭配碎花裙，复古优雅。除了高级定制，赵丽颖开年以来的造型也都可圈可点。在北京台春晚录制中，身穿东方复古红方领连衣裙，更是让人一眼心动。
而且在燕之屋的直播活动中，身穿由中国设计师陈彩妮设计的2022年春夏国风高级礼服裙，将东方的典雅韵味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赵丽颖的开年可谓是惊喜不断，希望赵丽颖今年能继续解锁更多的高定以及杂志封面。